我跟你们说呀，狗血往往是来源于生活的，你们不要不信啊。这生活可比那电视剧精彩的多。曾经我也很单纯啊，看到电视剧我都觉得，哎呀，这讲的太离谱了吧。自从做了婚恋这个行业，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啊，咨询过各种电视剧都不敢拍的故事啊，我才知道啊，生活啊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。有一位男士联系我呀，87年的，毕业之后就去了深圳打工。好在呢，这个人呢是能吃苦也能受累，脑袋也聪明。做生意这几年啊攒了几百万，交了首付，买了房子，也买上了个奔驰车。想着呀，人生基本都稳定了，那就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吧。去年呢，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，92年的，身高在不算高啊，155左右。长相呢，这男士说呀，不算他很有眼缘的类型，在私企啊是做策划的。这个外地人啊，年薪啊在深圳本地啊是10万左右。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呀，这姑娘就主动啊给男士夹菜，关心他呀工作累不累。说话呢也是积极互动，带动话题啊。吃完饭呢还积极的去付钱，说话有礼貌，做事是大体啊，就是情商很高啊，比较会拿捏男人的心理。男士回忆起刚认识的时候啊，确实被他的热情和主动啊带动起来了。因为自己一直工作嘛，也曾经因为没有房子赚得少，被其他姑娘冷眼相待过。他又觉得这个姑娘人真的很好啊，就有些心动。在后面1个多月的相处啊，这姑娘就特别的主动热情，亲自啊上门给他做饭，给男士啊收拾房间。这个男士心里也特别满足嘛，觉得有这么一个明事理啊，就又懂事的姑娘照顾自己啊，一辈子啊，真的值了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很快啊就确认恋爱关系。6月份呢，很快见了双方父母，9月份就定了亲，领了结婚证。彩礼啊给了女方20万加一套深圳的单身公寓。这准备啊明年3月份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结婚。原本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故事啊，但是没成想啊，这个月初呢，男士啊就帮这个女士拿包啊，无意之间在包里呢发现医院的记录本。虽然医生的字体啊属于暗码啊，一般人看不懂，但是他看到了生育1个的字，他就找到学医的同学问呢，才知道女方生过孩子。那一瞬间他就觉得自己呢是天旋地转的，不敢相信电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怎么就上自己身上了呢？他去找这个姑娘确认啊，最后人家姑娘就哭着跟他解释说呀，自己确实跟前任生了一个男孩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没有办法才分手。孩子呢也是因为啊自己啊能力差，养不起啊才给男方的。总之啊就是未婚生子啊他是被迫的，不是故意的。然后梨花带雨啊又说着自己的委屈不容易，是一名受害者，说自己啊离不开男士，说孩子啊他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了，我们以后啊还可以生个孩子啊等等，以后啊都会很幸福的。这男士啊听着他就心软了呀，觉得这姑娘哎呀也不容易，可自己又不想去当后爸，因为以他的条件啊完全可以找个未婚的组建家庭生个孩子。最后这个姑娘呀是主动啊搬出男士家，说如果离婚的话彩礼钱全退啊，也不会为难你。听到这儿啊，男士都特别痛苦啊，觉得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两人都领了结婚证，离了那都是2婚了呀，要不就这么过下去吧。可他心里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哎呀，说实话，听他在电话里啊嚎啕大哭，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。但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啊，有孩子本身啊不是问题，隐瞒才是问题。为什么相亲的时候不说，结婚前不说，不发现你不说？因为他觉得说出来啊，男士肯定不会同意，肯定不会和他在一起啊。以他未婚生子的身份，找离异的不甘心，找条件好的未婚的找不到。从一开始啊，这就是一个圈套，这就是一个算计。东窗事发，打着爱的旗号，厚颜哭自己是受害者，真的是可怜又可恨呐。对男士来说，新婚1个月莫名当了后爸，让谁摊上都觉得是一只苍蝇进了喉咙里啊。大家觉得如果是你遇到这个事情，你会怎么办？最后奉劝那些有类似情况的男女们，不要想着试图去隐瞒，尤其想着隐瞒到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再告诉，甚至是到结婚，到了有孩子，拿感情当筹码，这种做法呀，既蠢既笨，一点都不高明，最终啊会害人害己。哎呀，相亲最痛苦的莫过于是给大龄男女交对象啊，因为你就不知道他们随时会因为点啥干一仗。我给一对大龄男女交对象啊，相亲5个月呀，男方那是吃喝拉撒全管了，满心期待去表白。女方回复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没感觉，气的男方是撂挑子不干了，没感觉你早干啥去了？舔了你5个月呀啊，你说你这良心不痛吗？大姑娘一句，我只有看到你的表现，我才能知道有没有感觉，对吧？于是呀，这男士一纸诉状向我讨个公道。男方是92年的啊，今年31岁，985本科，在国企工作，年收入10万左右。父母啊是农村的，市里啊好不容易交了个首付啊，这个贷款买了一套房子。女方呢32岁，比男士还大了1岁啊，身材保养确实挺好，
二本这个本科院校啊，私立学校当老师，年收入在7、8万，没车没房，父母也是农村的，还有个弟弟。刚见面啊，俩人聊的确实不错，印象也都很好，反馈也都很积极。见面之后啊，这男士啊一有时间就主动约这个女方，带她是吃喝玩乐啊，送她小礼物，花了她也小几千块钱了。姑娘呢都不拒绝。按照这个节奏啊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概率啊，它是非常大的。但随着认识时间变长啊，男方啊就开始有些不太满意了。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约这个女方，女方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或者是约他。另外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约他也有个10回8回了，每次都是男士买单，女方从来不主动表示，那这意见啊，他就比较多了嘛。上个月呢，这个男士就想着，认识这么久了，该确认关系了吧？他就主动在过马路的时候去拉这个姑娘的手。结果人这姑娘无情啊，直接把男士的手给甩开了。男士当时就觉得很尴尬呀，主动问这个女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？人这姑娘说啊，你人很好，就是现在呀，我没太有感觉，再相处看看，好吗？就这样又追了1个多月呀。昨天啊，这男士就想着啊，这不端午节了，就买了一堆东西啊，给女方送过去，到他楼下嘛。结果人女方出来拿东西就要准备走啊，男士拉住这个姑娘。就表白啊，说自己啊喜欢你很久了，愿意去真心的待你，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。这个姑娘呢，听完也是原地啊考虑了一下，转身跟这个男士说呀，我对你啊还是没有感觉，要不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，你去找别人吧，也别耽误你了。这话一出啊，男士就问啊，怎么刚认识的时候你不说呀？追了5个多月了，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，你说没感觉？这姑娘听了也不满意啊，嫌他态度不好。你追求别人总是要付出成本吧？我也付出了5个多月呀。再说我们俩刚认识，我怎么有感觉？我只有相处一段时间才能够发现你对我好不好，我再看看有没有感觉吧。就这样啊，男士气的是一把夺过买的东西啊，转身就走。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在后面就喊着，就你这样的娶不上老婆活该。气的男士也怼他哈，你嫁不出去也是你活该。好了，回来呢就给我打电话。听完呢我也是服了啊，5个月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打赢3大战役了，胜利在望，你5个月连个女孩子的手都没牵上，你这是大智若愚吗？我后面打电话给这个姑娘，我也生气啊，人男士追了你5个多月，你给拒绝了，于情于理你也得给个说法吧。她说呀，自己一看到男士就没有那种爱情的冲动。听得我是真的无语啊！你都买来猪了，你才见猪圈，你早干嘛去了呀？你都这么大人了，白耽误这半年啊！这姑娘说呀，我也浪费了半年呀，谈恋爱哪有刚一见面就确认关系了？听完我说啊，你挑你选啊，这事没的问题，但你不能不喜欢还吊着别人吧，这事就不对了呀。他说我没吊着，我就是感觉没感觉，我就是想考察看看呀，这有问题吗？我问他你想要什么感觉啊？他说呀，想找一个有领导力啊，有见识、有阅历还见多识广的人，尤其对那种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人，就特别容易两眼冒星星。我劝他，你快别冒星星了啊！这种男人啊，不止你喜欢，那谁听了谁不喜欢呀？这种男人同龄的早就结婚了吧，还等你捡漏呢。就算你能遇到他，你能 hold 得住他吗？你有那抗风险能力吗？你都32岁了，相亲也有3、5年了，为啥一直就没有合适的对象？你心里咋就这么没数呢？我看你是多大的屁股就穿多大的裤衩子，老老实实的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吧。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，没感觉坚决不将就。这女人说的没感觉啊，一种呢是你的外表长相、经济实力啊、社会地位、社交能力等等各项指标都不咋地，没有吸引她的点，也就是说呀，是条件不行，人也不行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你条件还行，但人不行，要么你长得磕碜啊，不咋地，嫌你丑嫌你矮，要么你就是你不大会撩她的情绪，不会和女孩子说话呀。那有些女人就评价你，情商低下头。这种呢，她就不太舍得放弃你，因为你条件好呀。答应在一起心里又觉得憋屈，因为不喜欢你啊，他就开始权衡利弊了啊，看能不能遇到更好的呀，先拖着你，或者能不能产生喜欢你的感觉。遇到这样的，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，最多2个月，如果不同意啊，就抓紧放弃，千万别有幸存者偏差。万一这个人同意了怎么办？万一和我在一起了怎么办啊？别做梦啊！前1个月的相处已经决定了99%的概率，越往后越不可能，除非这人类灭绝就剩你俩了。好了啊，下课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，拯救一下那些听我视频比较迷茫的心灵们啊。上午呢，有一对情侣啊来给我们这个送喜糖，他们上个周是刚刚领了结婚证啊，婚期定在了下个月。跟他们聊了一些之后啊，我还是有很多感慨的，就是幸福一定是双向奔赴来的。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相亲过程。最开始啊，是这个姑娘先来找我找对象啊，应该是去年11左右吧，身高大约在165上下啊，
很瘦，戴个眼镜，不太爱打扮，但这个面相特别秀气。父母呢都是农村的，是一名小学老师。他来找对象就是想找那种和他们当户对一点啊，这个男方工作在事业单位啊，人品好的。我记得在前面呢给他介绍了2位，这第一位呢可能是觉得他是小学老师嘛，这活有点累啊，就没太同意。第2位呢是觉得这个姑娘啊家是农村的，父母没有社保，也给拒绝了。这第3位呢就是现在这个老公啊，男士是92年的，在区政府上班，工资不是很高，但是小伙子呀性格稳重，脾气也很好。两人第一次见面呢，虽然没有太深的这种感觉啊，和大家其实都一样的，只能说不讨厌也不喜欢，就尝试交往看看嘛。简单加了个微信。之后的一个周末呀，男士啊就请这个姑娘出来吃饭，吃海底捞。这姑娘呢答应了，但是啊却说啊自己想吃那种自助的旋转小火锅，就是围个大圈啊，上面什么菜都有。男士听了就觉得有点不太上档次啊，然后姑娘却说呀，这有啥啊，能吃饱就行，咱俩就聊聊天，认识一下嘛。于是呀，这第一次吃饭呢，两人一共花了有70多块钱。事后这个姑娘就说起这个事儿嘛，就是今天说的啊。当时呢就觉得和男士啊第一次见面，那还没个结果就去吃人家好几百啊，这确实不好意思。饭后呢，男士啊就送姑娘回家。这个路上就说起小时候啊最开心的事情啊，就是赶集的时候啊买上很多根的这个大麻花，自己特别爱吃麻花啊，因为现在工作忙啊，好久都没有去买了。在这次见面之后啊，两人的印象就慢慢啊好了起来。后面这半个月呢，因为疫情管控啊，两人都没能见到面，一直到解封呢，两人才算见了第2次面。这次啊，男士啊说什么邀请这个姑娘去个体面点的饭店，两人就定了去吃西餐。那天呢，这个男士先到，这姑娘是后到的。人姑娘刚坐下呢，就从旁边的手提袋里拿出了6根麻花，跟男士说呀，我在路上看到有卖的，我记得你特别爱吃，我就给你带了一些。就那一瞬间啊，男士就觉得呀，这一辈子一定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。吃饭的过程当中啊，两人是从过去聊到未来，从生活聊到工作，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啊这个细微的变化，就是越来越喜欢啊和对方在一起。之后的每个周末呀，他们都会约会见面一次，这个逛公园、吃饭、看电影啊。那这周呢是男士请客，下周啊就女士回请。在认识1个半月之后啊，有次送姑娘回家，这男士就问她呀，我能当你男朋友吗？以后啊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姑娘听完呢，很害羞的说呀，好呀。没有任何的表白仪式啊，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话语，两人呢就确认了关系。从那以后呢，两人生活上呀是互相帮助啊，精神上也是互相鼓励。夏天呢，男士啊带着个姑娘回了趟老家，男士老家是在农村的。姑娘呢是精心给男方父母啊买了衣服，还带了好多东西。到了家里呢，并没有嫌弃家里条件差，反而很积极的和男方父母说话，拿出给他们买的衣服呀帮他们试穿。这男士父母啊是看在眼里啊，喜在心里。随后啊，男士也是大包小包去了姑娘家里啊。姑娘的父母呢也是特别满意，觉得男士啊这小伙啊是做事稳重，人品不错。随后两家就这么定下了亲，彩礼呢是38800，女方陪嫁2万，再加上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等等啊，谁也没算计谁。今天上午两人过来的时候啊，女方说自己怀孕3个多月了，这个男士也笑笑说呀，就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啊，说我们也要当父母了。那些话呀没有任何很华丽的词修饰，但是让人听起来它就是很温馨。两人走的时候啊，男士给这个姑娘把外套穿好，说别冻着。这姑娘呢给男士啊整理了一下衣服啊，说这衣服脏了，回家呀我给你洗洗。送他们离开之后啊，你就会特别深的感慨啊，幸福的婚姻谁说没有？或许没有一见钟情怦然心动，但却有着往后余生细水流年。